如果你的房东突然把租金翻10倍，你会怎么做？陆河，生意不错啊，从下个月起，这租金得涨了啊！嫌贵，嫌贵，你可以搬走，后面排队等着接手的人多的是。陆河，出来一下。王姐，合同我准备好了，按说好的35万1年。35万，那是以前的价了。这什么意思？要涨价？眼红了呗？看人生意好，你用我的铺子，发了大财了。王姐，这铺子当年什么样，您最清楚。我不管他当年什么样，我只知道他现在是这条街最旺的铺子，是我的铺子。翻个倍，70万1年，1分不能少。70万，疯了！不用后天了。你说什么？王哥，可以过来了，地址带和记堂点，所有东西全部搬走，一个螺丝钉都不要留下。吓唬谁呢？找个搬家公司来演戏？各位街坊，对不住了，本店暂停营业，所有办了会员卡的顾客后续双倍退还。小陆老板别冲动，这房东不是东西，你走了我们上哪儿吃不到松去？就是啊，小陆老板，你可不能走啊。缘分到了，自然会再见。陆河，你来真的？王姐，这店我不租了。好，好，有种！我倒要看看你搬出去能搬哪儿去。没了这个风水宝地，我看你拿什么东山再起。嘿嘿，陆老板，家伙事儿全着呢。小心那台烤箱，10几万的东西，轻拿轻放。你们住手！他没权利搬走这些东西。女士，我们是搬家公司，受客户委托正常工作。您要是再阻挠，我们只能报警了。王姐，每张桌子、每台设备、每块装饰板，我都有购买发票，我有权带走。你别太过分！王姐，到底是谁过分，你心里清楚。王哥，加快速度。还有，这地砖也是我铺的，当初合同里写了允许我自行装修，走的时候我要恢复原样。麻烦兄弟们，一块一块完完整整给我撬起来，带走。陆老板，讲究！兄弟们，开干！陆老板，最后一车发了，以后有打算，随时招呼兄弟。陆老板，全空了。干搬家这么多年，没见过你这么干脆的老板，也没见过那么黑心的房东。干净了。王姐，这就是你想要的风水宝地，现在全还给你。1晚上了，我不信，我不信他真敢做得这么绝。搬迁招牌，他是故
故意的，他早就选好了对面。看见没？这就是那个黑心房东，把金疙瘩当垃圾给扔了。啧，真是活该！小陆老板这手笔也太大了，一夜之间旧貌换新颜呐，这叫有本事的人到哪儿都发光。我错了，我真的算错了。王姐，谢谢你，谢谢你帮我下了最后的决心。他早就想走，他一直在等我撕破脸。那一通电话，那一辆车，全是提前排练好的。我以为我在拿捏他，原来在他眼里，我只是个送他台阶的小丑。丁，支付宝到账50100元。老板，这炉也好了。老板，我们今天一上午流水，快赶上以前一整天了。以后会更好的。老板，您说王姐现在是不是悔得肠子都青了？王姐，有事儿？陆河，你够狠！我那铺子被你拆成那样，我还怎么租给别人？你这是要断我的活路！王姐，合同写得很清楚，我租你的只是一个空铺子，我走的时候自然也只能还你一个空铺子。至于我自己的东西，包括我花钱铺的地砖，我当然有权利带走。你如果觉得我做的不对，可以去起诉。你少跟我扯合同！你就是个白眼狼，忘恩负义！没有我当初把铺子租给你，哪有你的今天？我好心收留你，你就是这么回报我的！这大姐还没闹够呢，真是脸都不要了。王姐，3年前你那铺子空了多久？整整1年07个月，漏水、墙体开裂、电路老化，没人敢接手，是我花了20万把它重新装修，水电重铺。这3年我按时交租，1分钟没拖欠过，35万1年的租金在这条街上不算低。你赚了钱，我靠手艺吃饭，我们之间是平等的契约关系，不是你对我的施舍。你现在说你收留我，说我忘恩负义，王姐，做人得讲良心。这大姐还谈良心？租金涨到35万的时候，怎么不谈良心？原来他的破房子根本租不出去啊！还说是恩情，脸皮真厚。自己贪心不足蛇吞象，现在还倒打一耙。我跟你拼了！陆河，你不得好死！你这个畜生！报警吧。老板，他会不会再找麻烦？一个被贪婪蒙蔽了双眼，只会撒泼打滚的女人，已经对我构不成任何威胁了。您好，是陆河陆老板吗？我是这家店铺的业主，我姓刘。刘先生，您好。陆老板，不用客气，我今天来就是看看。说实话，我很惊喜，我名下还有几处位置不错的物业。陆老板，有没有兴趣把合记做成品牌，进驻高端商圈？刘先生，我想听听您的具体想法。好，我就喜欢和聪明人打交道。之前的租金协议，我们可以重新谈一份更有诚意的。刘先生过奖了，还是您这铺子位置好。
陆老板，有件事儿，我觉得有必要提醒你一下。什么事儿？你注意过街角那家新开的西点屋吗？那家西点屋叫枫丹拜来，装修非常豪华，大概半个月前开业的，主打法式甜品，价格很高，跟它的中式甜品路数不太一样，所以没太在意。那家店的老板叫周俊峰，他是盛宇集团董事长的独生子。一个集团太子爷怎么会亲自来开一家小小的西点屋？这就说到关键了。这个周俊峰可不是一般的富二代，他非常有野心，手段狠辣。他开这家西点屋不是为了赚钱，是为了练手。我听说盛宇集团最近进军中式烘焙市场，但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切入点。而你的和记糖点在这条街上异军突起，已经引起了他的注意。他来店里看过好几次，都是便装来的。陆老板，你要小心，这个人为了达到目的是不择手手段的。他看上的东西，要么买下来，要么就毁掉。既然盯上我了，那就看看你这只大象踩不踩得死我这颗钉子。第一，我把我所有的独家配方都申请了专利保护。虽然我知道，对于真正的商业巨头来说，一层薄薄的专利纸未必挡不住他们的抄袭，但这是我的态度，是我的武器。第二，我给所有核心员工都签了新的劳动合同，大幅提升薪资和福利。我不想用金钱去考验人性，但我必须用规则来保护我的心血。第三，我联系了专业的品牌策划团队，我要把和记糖点打造成一个真正的品牌，我要让它拥有自己的灵魂。你就是陆河？我是。我尝过你的核桃酥，味道不错，但也仅仅是不错而已。配方有短板，工艺太传统，品牌形象更是无从谈起。说白了，就是个路边摊水平，靠着一点小聪明和运气，才有了今天的场面。不过，你还算有点价值。盛宇集团，周俊峰，开个价吧。你的店、你的配方，包括你这个人，我都要了。让你从一个街边卖烧饼的人，一步登天，进入真正的上流社会。周总，恐怕要让你失望了。这个店，这身手艺，还有我这个人，不卖。陆河，你会后悔的。在这个城市，我看上的东西还没有得不到的。既然你不肯卖，那我就只能亲手把它砸烂了。老板，他没事。战争正式开始了。小陆老板，对不住了，对不住了，以后的核桃我不能再攻击你了。王哥，出什么事儿了？盛宇集团的人找过我了，他们把我的货全包了，签了5年的独家合同，价格比给你的高出30%，而且他们还警告我，如果再卖1斤核桃给你，他们就要告我违约，还要动用关系让我的生意在整个市场都做不下去。王哥，不怪你，这种特级薄皮核桃产量稀少，断了它，等于断了我一半的命脉。陆老板，实在没办法，盛宇
那边给的条件我们拒绝不了，对不住了。合记糖点用料以次冲高，顾客爆料吃后腹泻。老板，他们在胡说八道，我们的材料明明是最好的，后厨每天都打扫。我知道。老板，这完全是胡说八道啊！我们从来不用劣质材料，厨房每天都打扫3遍。水军，盛宇集团的公关手段。老板，老张那边有人在传说咱们要倒闭了。周俊峰的手段，断供应链，抹黑声誉，接下来该挖人了。挖人？谁会走？坐下慢慢说。老板，对不起，今天下午有个人来找我了，他说他是枫丹白兰的经理，给了我一张卡，说里面有20万，只要我把核桃酥的核心配方灭血给他，他还说只要我过去就给我现在3倍的工资，还让我当后厨主管。老板，我妈有心脏病，下个月就要做手术，需要一大笔钱，我真的动心了。可是我一想到您对我的好，我就……这里面有30万，密码是6个8，20万拿去给你母亲做手术，剩下的10万给你自己留着。老板，你这是给你母亲治病，这不是施舍，也不是收买，算我借给你的。什么时候有钱，什么时候还，还不上了，就用你的手艺慢慢还。我只要你记住一句话：人这辈子什么都可以丢，但良心不能丢。老板，我明白了，周俊峰的攻心计失败了。他非但没有瓦解我的团队，反而让我的人心前所未有的凝聚在一起。但这还不够，防守永远换不来胜利，我要反击。我知道，大家最近心里憋屈，我们被抹黑、被断供、被挖角，很多人都在等着我们倒下。等着看我们的笑话。但是，我想问大家，我们的手艺输了吗？我们的品质输了吗？我们做人的良心输了吗？没有，没有。我们的手艺天下第一，那些山寨货连我们1成水平都没有。没错，他们能抄我们的形，抄不走我们的魂儿。他们就是一群无耻之徒。他们不是说我们卫生差、用料不好吗？那我们就直接把厨房敞开给所有人看。从今天开始，和记糖点将举行1期的阳光厨房活动，安装高清摄像头，对后厨进行24小时不间断全网直播，从和面到烤制到打包，每一个环节都清晰地呈现在所有人面前。老板，那我们的一点商业机密不是全暴露了？真正的核心机密是人的手感，是火候的把控，是日复一日的坚持，这些是摄像头拍不走的。我要让周俊峰明白，和记糖点的壁垒不是一张配方，而是我们这群人，这颗心。好，就这么看看什么叫真金不怕火炼。我的天，这厨房比我家客厅都干净。艺术，那是艺术。那些说卫生差的帖子果然是黑子的。周俊峰，这才是你永远买不到的秘密。成了。兄弟们，准备开战！周总，我们派去挖窖的人失败了，那个叫小刘的学徒不仅拒绝了我们，还把那20万原征不动退了回来。网络舆论已经完全反转，我们的水军被他们直播间的观众骂得狗血淋头，他们的营业额不仅没下降，反而隐隐上涨。我小看他了。
B 计划可以启动了，这一次我要他永世不得翻身。这是我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点心。小伙子，这酥皮的起酥技巧不在力大，而在那个旋字。温度高了2度，心就硬了。老板，那个老张又来了，每天都来一坐一下午，我总觉得哪儿不太对劲。事出反常必有妖，这个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欣赏，尤其是在这个节骨眼上，盯紧他，别让他发现。陆老板，真是年轻有为啊！您过奖了。不，我是真心佩服。小小年纪能把中式点心做到这个份上，不容易。这道玉带缠腰，用油皮包酥皮，再反向开酥，手法很高明。但是如果你在和皮的时候加入1-2滴白醋，酥皮的延长性会更好，层次会更分明。多谢前辈指点。不算什么，我就是看你这孩子踏实投缘儿。南派讲究个先巧字，北派那大开合的劲道。小伙子，这个不能这么搬。这么好的赤羽豆，最怕受潮和磕碰。要这样，2个人抬着底部，轻轻放进去。对，就是这样。小细节决定大成败啊！ B 计划，图穷匕现。多谢张师傅指点，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10年书。您还没吃饭吧？要不我做东，咱们找个地方喝2杯。不了，家里还有事儿。别啊，张师傅，我还有好多问题想请教您呢。真有事儿，改天再说。老板，这张师傅怎么了？跟见了鬼一样。他不是鬼，他是来送我们上路的催命符。从现在开始，后厨封存，所有原材料、半成品、成品全部原地封存，不准任何人再碰。今天的营业到此结束。老板，现在正是生意最好的时候，门口还排着长队。陆老板，生意兴隆啊！托你的福。谢我打电话来是想跟你玩个游戏，我派人在你店里放了点好东西，那东西只要沾上1点，出现在食品里，就足够让你把牢底坐穿。陆河，是不是很绝望？是不是很后悔？当初没有接受我的好意，可惜啊，晚了。现在就算你跪着下来求我，也晚了。市卫生监督局例行检查，接到群众举报，你们涉嫌使用非法添加剂，所有人都别动，配合调查。陆老板，请问非法添加剂是真的吗？和记糖点是否一直在毒害顾客？看来我时间算错了，他们提前到了。陆老板，游戏结束，祝你在里面过得愉快。陆老板是吧？跟我们走一趟吧。这位同志，你们是不是来早了点？现在卫生部门的人应该已经在路上了，估计还有10分钟。下毒的人自己都说你们还有10分钟才到，你们怎么就提前到了呢？是你们跟他心有灵犀，还是你们本来就是一伙的？你胡说八道什么？我们是正常执法，有人举报我们就必须出警。哦，是吗？那正好，我这里也刚刚接到一个举报。我派人在你店里放了点好东西，那东西只要沾上1点，就足够让你把牢底坐穿。这是投毒证据，背后是谁在指使？现在卫生部门的人应该已经在路上了，估计还有10分钟。这是伪造的，对，一定是伪造的，是一个找人合成的。是不是伪造的很简单，把这个录音交给专业部门去做声纹对比。虽然经过了变声器处理，但底层的声纹特征是改不了的。
我相信很快就能锁定机主，到时候一查通话记录，不就知道这通电话到底是谁打给我的了？是集团地下游戏，快发狗，油条！喂，王局吗？出事了，合记糖店这边出大事了。从这一刻起，反击的号角才算真正吹响。我们被停职了，上级命令我们立刻去纪委自首。请问是谁指使你们的周军峰？是谁指使你们的？全部带走。你的报警电话我们收到了，所有的证据都保全得很好，你很冷静，也很聪明。你那个录音是怎么想到的？我只是觉得，当一条疯狗准备咬你的时候，你不能只想着怎么躲，你要做的是提前准备好一根打狗棍，然后等它扑上来的时候，一棍子把它彻底打死。请大家安静一下。首先，我想感谢所有相信我、支持我的顾客和朋友。其次，我想对那些企图用肮脏手段来摧毁我们的人说一句话：你们可以斩断我的供应链，可以抹黑我的声誉，甚至可以勇往我的店里投毒药，他们永远无法摧毁的是我们对这份手艺的和对顾客的忌讳。我向大家保证，当我们重新开业的那一天，我们会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你看新闻了，太重了，还警察怎么被抓住了？老板，我们赢了，你看看门口全是人。是啊，我们赢了，赢了人心。废物！我怎么会生出你这么一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废物？我让你去解决掉他，不是让你去给当垫脚石。我让你去毁掉他的店，不是让你去给他镀上一层金山。爸，你救救我！我不想坐牢，我不想坐牢！事到如今，只有一个办法了，让公关部准备一份声明，就说周俊峰的行为纯属个人行为，与集团无关，从即日起撤销他的一切职务。另外，备车，我要亲自去见一见那个周河，又到底要多少钱才能喂得饱？周董事长想亲自见您一面，当面向您为他儿子的行为道歉，地点在城中顶级私人会所，时间今晚。好，老板，你不能去，这肯定是鸿门宴，没好心，黄鼠狼给鸡拜年。去？为什么不去？他们都把战书下到我脸上了，我要是缩起来，岂不是让人笑话？放心吧，光天化日法治社会，他周雄再厉害也不敢把我怎么样。我倒想看看这位能把儿子当夜壶用完了就扔掉的商界大佬，到底想跟我玩什么花样？陆老板，里面请，董事长等您很久了。你就是陆河吧？果然是英雄出少年。周董事长，客气了。我今天请你来，就是想当面替我那个不成器的儿子向你道个歉。我教子无方，我这个做父亲的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事情已经发生了，再多的道歉也于事无补。说吧，你想要什么补偿？
我儿子周俊峰的行为构成了投放危险物质罪，量刑大概在3到5年。当然，这是在最坏的情况下。但如果你能出具一份谅解书，性质就完全不一样了，甚至可以争取到缓刑。陆董事长，你好像搞错了一件事。你觉得我跟你儿子之间的恩怨是钱能解决的吗？他想毁掉的是我3年的心血，是我所有员工的饭碗。他想让我身败名裂，把牢底坐穿。这不是商业竞争，这是谋杀。我不要你的钱，也不要你的股份，我只要一样东西：公道。我要让他在监狱里好好反省做人的道理，这就是我的价码，1分都不能少。很好，我已经很多年没见过像你这么有种的年轻人了。上一个敢这么跟我说话的人，他的公司已在3年前就破产了，他人现在还在精神病院里。那又如何，周董事长？时代变了，现在是网络时代、信息时代，不是你一个人就能一手遮天的时代了。公道，我告诉你什么是公道。在这个世界上，谁的拳头大，谁说的话就是公道。我的钱，我的关系，我的就是我的拳头。你一个卖烧饼的有什么？你的手艺，你的口碑，你那些廉价的同情和支持。陆河，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走出这个门之前，你都可以改变主意。一旦你走出去，我保证不出1个月，你的合记糖点会彻底消失，你这个人会一无所有。陆董事长，你儿子至少还只是愚蠢和狠毒，而你是无可救药。从我踏出那扇门的一刻起，战争就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不再是周俊峰那种小打小闹的阴谋诡计，而是周雄这个商业巨鳄动用整个盛宇集团的资源对我发起的一场不死不休的全面战争。周雄的动作比我想象中更快，也更下作。这些莫须有的罪名，看来是想先在舆论上置我于死地。有鼻子有眼，连流水都伪造得如此逼真。盛宇集团的跟公关团队果然是一群最专业的刽子手，炒作、敲诈，人心不足。他们要把我变成和他们一样肮脏的同类，以此来证明公道根本不存在。这些话不是说给清醒的人听的，而是说给那些想看圣人堕落的人听的。周雄，你真的以为流言就能杀人吗？老板，这怎么办？他们变得太像真的了。舆论反转，周雄出手了。这就是周雄的手段，他不是要让黑的变成白的，他要把白的也染成灰色，他要毁掉我最真实的东西，我的声誉，我的清白。他要让那些曾经支持我的人开始怀疑我、动摇我，最终抛弃我。那10几家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背后站着的，一定是同一个人，周雄。老板，这明明是胡说八道，那些公司我们都没听过，肯定是周雄在背后搞鬼。我知道，他先用他庞大的关系和无尽的金钱，为我编织了一张密不透风的渔网，他用规则来玩死我。老板，这欺人太甚了！这帮畜生连脸都不要了，我们不能就这么看着啊！老板，你说话呀！别急，让他演。他搭了这么大的台子，唱了这么久的一出戏，总得有个人来给他拉上最后的幕布，而我就是那个最好的报幕人。周雄的组合拳打得又快又狠，整个城市都在看我的笑话，看我这个不自量力的小老板是如何被商业巨鳄按在反复摩擦。所有人都以为我完了，大到可以轻易颠倒黑白，这一次大到可以轻易碾死一只像我这样的蚂蚁。老板，我们真的还有机会吗？陆河，你还好吗？周雄这个人我了解，他就是一条疯狗，一条会咬死人的疯狗。你现在等于是在跟整个盛宇集团为敌，你有没有想过的退一步？刘先生，谢谢您的关心。有些事情可以退，但有些事情一旦退了，就再也站不直了。我如果今天向他低了头，那我就等于承认了他那套救世公道的歪理，那都成了一个笑话。更对不起那些曾经无条件相信我、支持我的人。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记住，你身后也站着人。我知道大家最近心里都很憋屈、很迷茫。我们被人抹黑，被人抄袭，被人像围拱一样堵在墙角，很多人都在看我们的笑话，等着我们倒下。他们觉得我们输定了。但是我想问问大家，我们真的输了吗？我们的手艺输了吗？我们的品质输了吗？我们做人的良心输了吗？没有，我们的手艺天下第一。那些山寨货连我们1成的水平都没有。没错，他们能抄我们的形，抄不走我们的魂，他们就是一群无耻之徒。说得好，他们能抄走我们的形，但抄不走我们的魂，这就是我们最大的底气，这就是我们反击的最强武器。周雄有钱有势，可以一夜之间开出3家山寨店。
但我们有人心，有口碑，我们可以让100家甚至1000家集糖点在一夜之间开遍这座城市的每一个地带。老板，我没那么多钱，也没那么多人啊。我说的不是我们自己去开，是合作，是联盟。这座城市里有成千上万家像我们一样用心做产品、踏实做生意的小店，他们可能是包子铺，是面馆，是奶茶店，他们也同样在遭受这样的资本巨鳄挤压和欺凌，他们就是我们最天然的盟友。我要发起一个100店联盟计划，我们免费公开所有非核心的基础款产品的制作工艺和配方，任何一家认同我们理念、愿意加入联盟的店铺，都可以免费获得我们的技术支持和品牌授权。他们可以在自己的店里增设一个合记糖点的专柜。我们不收任何加盟费，只对最终的销售额进行一个极低比例的抽成，用来维持联盟的运营。我要让合记糖点不再是一家店，而是一个符号、一个标准，一个所有坚持品质、对抗资本的小生意人联合起来的。老板，我们真的能做到吗？能，因为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战斗。老板，我明白了，周雄有钱，他能用钱开店，用钱买流量，用钱砸广告，但他买不来人心。这个年轻人真的成长了。没错，周雄和盛宇集他们想让这个市场只有他们一种声音，只有他们一种规则，所有不顺从他们的人都得死。今天他们能这样对付我合记糖点，明天他们就能用同样的方式去对付王记包子铺、陆记拉面馆。我们退无可退。这一战，我们不仅是为自己而战，更是这座城里所有踏踏实实做生意、靠手艺吃饭的同行们而战。人民的汪洋大海足以淹没他那艘自以为坚不可摧的资本巨轮。你就是那个跟盛宇集团干仗的小陆老板？张大爷，我今天来是想请您跟我们一起并肩作战。小陆老板，你这个想法很大胆，但也很危险。周雄那个人我听说过。张少听是上个月盛宇集团在旗下的一个快餐品牌就在您旁边开了一家分店，他们搞活动充100送100，把您的客人都抢走了一大半。要不是我这些老主顾还认我这口味道，我这把老骨头就得卷铺盖回家了。这就是资本，他们今天能用价格战击垮你，明天就能用同样的方式击垮更多的人。等把我们这些人都挤死了，他们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到那个时候，一碗面卖多少钱就不是您说了算了，是他们说了算。张大爷，我们单打独斗确实是胳膊拧不过大腿，但如果我们100个、1000个胳膊都拧成一股绳呢？那根大腿它还掰得断吗？妈的，干了！我这把老骨头活了60多年，还没这么窝囊过。我信你，这个联盟我第一个加入，算我一个，老娘跟他们拼了！有了张大爷这个在老字号圈子里德高望重的人带头，事情变得前所未有的顺利。1家、2家、10家、50家，无数家迅速地凝聚成了一股足以让任何人都不敢瞧谑的庞大力量。董事长，那3家山寨店的效果非常好，已经彻底搞臭了合记糖点的名声。陆河那边这几天一点动静都没有，应该是彻底认命，放弃抵抗了。网络上的舆论也已经被我们完全掌控。跟我斗，他还太嫩了。董事长，不好了，出大事了！这是什么？100店联盟？这是什么东西？就是今天早上突然冒出来的，全城137家小吃店、小饭馆，一夜之间全部都挂上了合记糖点的牌子。我们的那3家山寨店，现在门口一个人都没有了，客人全被他们抢光了，而且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增加。联盟，乌合之众，一群卖包子、卖麻辣烫的乌合之众，他们以为联合起来就能跟我斗了，天真可笑！给我告，去告他们！告他们侵权，告他们不正当竞争！我要让他们全部关门，全部赔到倾家荡产！100店联盟的出现，像一把燎原的野火，瞬间点燃了整座城市，民众的热情被彻底引爆，这成了一种态度的表达，一种对资本霸权的无声的抗议，一种对平民英雄的一个个鼎力的支持。他们现在才明白好了10倍不止，陆河老板小的不是在利用他们，陆河是在拯救他们，也是在拯救他自己。周雄，我是刘建国。刘董，您有什么指示？指示谈不上，我只是通知你一声。还有，我们已经掌握了你公司这些年来偷税漏税、行贿以及多起恶意并购的确凿证据，相关的材料半个小时后会出现在税务和纪检部门的办公桌上。为什么要做到这么绝？因为陆河那个年轻人让我想起了年轻时的自己，也让我看到了这个行业本该有的样子。
周雄，你和你的时代结束了。陆河，事情办妥了，盛宇集团撑不过这个月了。刘先生，谢谢你。不用谢我，是你自己赢回了人心，我只是在合适的时候推了一把。陆河，接下来有什么打算？把百店联盟做下去，让更多的小生意人有底气站着挣钱。好，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听说盛宇集团要倒了，太好了！周俊峰那个王八蛋终于遭报应了。小刘，记住今天，不是因为赢了才高兴，是因为我们坚持了对的事情才赢了。曾经不可一世的商界大佬，此刻像个普通的落魄老人。周董事长，请问您对判决结果有什么看法？父子俩的目光在空中短暂交遇，然后在铁窗之后终于团聚了。活该，害人终害己！那间破铺子彻底成了远近闻名的凶宅。不错，比我当年强多了。记住，手艺是可以学的，但心得自己修。街对面那间曾经属于王丽的破铺子已经被推平，改造成了一个小小的社区花园。孩子们在里面追逐嬉戏，笑声清脆。老板，百店联盟现在已经扩展到300家了。刘先生说，下一步可以考虑开到隔壁城市去。一步一步来，品质不能丢，良心不能丢。老板，我有时候回想起来，觉得跟做梦一样。1年前，我们还在那个破铺子里，差点被王姐赶出来。现在我们是全城最大的中式糖点品牌了。记住，我们不是因为想做大才做大的，我们是因为做对了事才做大的。老板，刘先生来了。陆河，有个坏消息。刘先生，请说。盛宇集团虽然倒了，但有人接手了他们的残局。北方一个更大的餐饮集团天元集团收购了盛宇的渠道和供应链，他们对中式烘焙市场也很有兴趣。谁？周俊峰的表哥赵明，一个比周俊峰难缠10倍的人。陆老板，久仰大名。赵总客气了，我就不绕弯子了。天元集团收了盛宇的渠道和供应链，我们也对中式烘焙市场很有兴趣。这是收购方案，天元集团愿意出3个亿收购你的百店联盟，你个人可以进入集团管理层担任副总裁。赵总，上次有人跟我说过类似的话，他现在在监狱里。陆老板，我和我表弟不一样，他喜欢用歪门邪道，我喜欢用规则。3天后我等你的答复，你再考虑考虑。小陆老板，有人来找我说愿意出2倍的价格买我的店，我没答应。陆哥，有人在隔壁新开了家奶茶店，装修和我们一模一样，卖我们便宜1半。老板，赵明这招比周俊峰高明多了，他不违法不打压，就是用钱砸，用钱挖人，用钱抢铺位，用钱打架战，我们怎么扛？我们扛的不是钱，是品质。你看，那些打价格战的店用的是最便宜的原料，味道和我们差远了，顾客吃1次就不会再去了。可是他们的价格太低了，很多顾客还是会贪便宜。那就让顾客明白，便宜没好货。老板，您一夜没睡。小刘，我要做一个新品牌。新品牌？我们的牌子已经很响了。百店联盟负责中低端市场，保证品质和价格。我要做一个高端品牌，和天元集团正面竞争，用我自己的名字，敢不敢？敢！老板，这得卖多少核桃酥才能回本啊？不一样，高端店卖的是体验，是文化，是故事。这里我要做成全市第1家中式点心体验馆，客人可以自己动手做点心，可以看到每一道工序，可以听每一款点心背后的故事。这不是点心店，这是艺术馆。陆老板太有品位了。有意思，这个陆河比我想象的难缠。老板，高端店赚的钱比我们10家普通店加起来还多。高端市场追求的不是量大，是质优。赵明以为用钱打价格战就能压垮我们，他错了。接下来我们要把陆记开到隔壁城市去。赵总，集团总部那边
在问要不要撤资。不能撤。陆河有一个致命弱点，他没有上市打算，也没有融资渠道。只要我们把价格压到比他更低，他撑不了多久，再压不惜成本。陆河，天元集团又在降价了，核桃酥卖到5块钱一斤，比成本还低。我知道，不跟，品质不能降。陆河，有件事我一直没告诉你，其实我不仅仅是东升实业的老板，我还是一个投资基金的合伙人。你为什么愿意？我们基金一直在寻找值得投资的品牌，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对你进行战略投资，不是收购，是投资。也被人这样打压过，那时候没有人帮我，我不想看到你走我当年的老路。东升实业联合3家投资机构，向百店联盟注入2亿资金，用于品牌升级、供应链优化和全国扩张。感谢刘先生的信任，百店联盟将坚持品质第一、良心为本的理念，把中式点心文化发扬光大。赵总，投资方那边决定撤资了，他们说我们的价格战损失太大，看不到盈利的希望。这个陆河比周中军遇到的难对付100倍，帮我订最近的航班，我回总部亲自说明情况。老板，外面有人找您。谁？赵明。陆老板，我来告辞的。回总部。对，这场仗我输了，心服口服。赵总，如果我们以后还有机会合作，欢迎。合作，也许吧。周俊峰让我带句话给你，他在里面想通了。谢谢你。老板，新加盟的申请已经排到明年了，品质审查不能松，宁可少开几家，也不能砸了招牌。明白。中式点心讲究的是心手合一，面有生命，你要去感受它，而不是征服它。陆老师，您做点心的秘诀是什么？没有秘诀，就是用最好的料，花最多的心思，对得起每一个吃点心的人。3年前，我还在一间破铺子里，担心明天还能不能开下去。3年后，我们有500多家联盟店，有属于自己的高端品牌，有最好的团队。这一切，不是我一个人做到的，是你们每一个人用你们的双手，用你们的良心，用你们的坚持，一起做到的。庆典结束后，陆河一个人走到街对面的小花园，这里曾经是王丽的破铺子，现在已经成了孩子们最喜欢来的地方。老板，你想什么呢？在想这一路走来，值吗？值。小刘，你知道我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吗？是什么？不是赚了多少钱，不是开了多少店，是这些人对我们的信任。老板，今天营业额出来了，破纪录了，单日全部门店加起来超过200万。不错，但别被数字冲昏头，明天还是从第一炉核桃酥开始。远处城市的万家灯火，和记糖点的招牌在夜色中温暖地亮着，阳光正在升起。